随着2024年4个全新规格的推出，我们法主渠道的主曲落地也有1年多了。但不得不说，至今为止它都是我们雅语产品线内最富有争议的一个钓竿系列。这其中呢，或许是因为价格，或许是因为它的调性，但究其原因，会让钓友们产生疑惑的根本，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细致的将溪流钓竿设计开发的逻辑跟大家讲述清楚。所以这次就请钓友们随着我们的视线一起走进大山的深处，看一看在不同的坐钓环境下，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产品，解决怎样的问题。这一对儿挺漂亮的，这是个结构，可以钓一钓，踩牢啊！里边还有一条金樽，看见没有？在尾流那儿，看见没有？来啦！这下勾牢了，跑不了了。好黄啊！首先，我们在更新4021、4321、5432和6343这4个新规格的时候，就有简单的跟钓友们讲述过源流、支流、本流这3种不同的坐钓环境。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细化它们的差别，从小到大，我们应该真正划分的界限是源头、源流、溪流、支流、本流以及川。这种划分方式呢，虽然不是国内首先提出的，毕竟路亚在国内还是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结合到我们实际的钓鱼运动当中，这种划分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先来看到源头，或许它是稳定的山泉水，也或许呢是雪山融水。总的来说，就是能够稳定产出水源的某一个点，或者是小的区域。因为这里的水流量非常小，所以源头能够成为许多野生动物稳定的天然取水点。但是这里呢，往往就不会有鱼类生存。源头的水源不断地向下游流淌，随着一些水源的汇集，当开始有足够稳定的小水潭或是水道，可以满足一些溪流鱼类的捕食、成长、繁殖，我们也就有了在这里钓到鱼的可能性。下面有潭吗？没特别大的潭，这下面。像这种的水面还多吗？对，就这种多，所以下面小鱼要多一些。哦，中鱼！漂亮！来了，来了，红樽，小红樽，小红樽，慢慢的拉。呜吼，超网开口了。它明显比我们之前钓的白斑红点的颜色要鲜艳很多，依然是主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从上往下钓，空饵会好很多的。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可以展开说溪流或者说是源流路亚的装备方向，进而呢，也可以将它去做成为一个简单的图表，用以概述不同环境下不同溪流装备各自的特点和要素。首先，我们会说到尺寸。源流环境，尤其是高海拔的源流环境，往往水体落差较大，会呈阶梯状分布，水势呢有可能较强，这样的区域呢，往往也很难去到达。所以，因为海拔高或者是人迹罕至的缘故，水体两边的植被往往是非常茂盛的，结合植物天然生长的趋水性，有时候会在源流的上方形成类似拱顶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应用的钓竿不宜过长，因为留给我们的抛投空间和弹道空间是非常狭小的。我们再换到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源流环境受到人为的影响较小，所以反而更容易隐藏有一些大鱼。于是钓竿就需要具备有足够的回弹力和较高的一个韧性。在尺寸有限制的大前提下，传统的碳纤维就会显得韧性相对不足，而由单纯的玻纤去卷制的钓竿，或许又会显得有一点点疲软。所以4021和4321这2个源流型号就选择了一种不太常见的素材构成方式，
那就是使用全实心的玻纤材料包覆 T1100G 碳布，用实纤玻纤保证钓竿的韧性和强度，再用外层的碳纤维增强钓竿整体的回弹力量，再结合前段较为柔软的特性，就使得我们的钓竿可以在各种狭窄的环境内进行花式抛投，并且做到大小均匀通吃。4021和4321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要点，就是它们1节半的插接形式。这样的设计特征可以使得我们钓竿的素材整体性更强。毕竟要在如此短的尺寸内去完成复杂的功能要求，我们再去拆分结束就显得不太合理了。至于说考虑到便携性，毕竟4021和4321的整竿长度也并没有多长，我们都已经驱车进山跋山涉水了。射钓的环境当中呢，钓具也肯定是装配完整、整装待发的，所以在绝大多数的实战场景下，我们其实不需要再考虑这两只钓竿的携带便利性。当然了，进入高原的山川去挑战冷水溪流鱼种，对于绝大多数的钓友来说是有时间难度的。像4021、4321这样的源流级钓竿，在我们的日常的作钓环境中可以对接哪些场景呢？首先，这两只钓竿会特别适合城市的狭窄水道或者是拱桥以下的这种作钓环境，哪怕是遇到了个体较大的目标鱼，毕竟有着全实心素材作为保障，我们整只钓竿的强度也是不需要去过多的担忧的。